近日，一位在俄陆军中央军区的军官向俄军事博主安德烈·梅德韦杰夫写信哭诉。他表示，自己所在的师采用了不符合常理的极端方法，将各类特殊兵种抓进突击队，随后在1周之内就将其投入绞肉战，从而造成了巨大的伤亡。特殊兵种呢，并非是指特种兵，而是他们在部队中往往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俄罗斯部队又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竭泽而渔的战术？这又会对俄军带来哪些恶果？本期视频，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名叫做梅德韦杰夫的博主是一名前瓦格纳指挥官，这也许就是这位爆料的俄军指挥官愿意写信给他的原因。言归正传，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官称，某师指挥部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即从其他非步兵或者突击部队的专业人员中迅速组成突击小组和预备队。这些人员呢，原本从事的是炮兵、通讯、机动驾驶等岗位，经过简短的再培训后，将被派往前线执行占领战略高地的任务。指挥部的决定让经验丰富的炮兵、信号兵、机动机械师、驾驶员等人组成突击小组，并迅速投入战斗。然而，这样的决策明显存在问题，在1周内就将这些人员从后勤支持岗位转型为突击队员，不仅对他们的训练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而且也使得他们面临极大的战斗风险。他表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常理的，尤其是在一个高强度的战斗环境下，单纯的依赖简短培训无法确保这些人员具备所需要的突击能力。尽管梅德韦杰夫明确表示，他并不想贬低步兵和突击队员的英雄事迹，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冒着炮火和无人机攻击，坚守敌方阵地，进行血腥的攻坚战斗。但是作战人员应该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专业上发挥所长，这样才能在战斗中发挥出色，确保小队能够自信地走向战场。从表面上看，这项命令并没有直接违反军规，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俄军指挥部会采取如此仓促的行动，迫使不具备突击经验的人员进入战斗序列？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谎言。众所周知，谎报军情在俄军中并非是一件罕见的事情，而这场荒唐事件的起因呢，就在于当地指挥官之前谎报军情称，他们已经从乌军手中控制了某些区域，而上级指挥官根据这份虚假的战报又重新做出了作战部署。而为了弥补之前的谎言，当地指挥官只能草率地决定调动不具备必要战斗经验的人员，强行去挽回之前的过错。即便这种做法极有可能导致大量无辜人员的死亡，但对于决策者的仕途来说呢，区几百个填线宝宝又算得了什么呢？梅德韦杰夫指出，这种情况反映了俄军指挥体系中的一大问题：频繁的虚假战报。在过去2年里，俄罗斯士兵和军事博主经常抱怨，地方指挥官向上级报告已经清除的地区，结果呢却给实际作战带来严重后果。上级指挥官错误地认为这些地区已经被控制，导致了更多的士兵伤亡。梅德韦杰夫还特别提到，俄罗斯最高指挥官在与军队高层的会谈中多次强调人命至上，表示军队在复杂的战斗环境中最重要的是保护士兵的生命，而不是为了报告而急于行动。然而当前的情况呢是恰恰相反，为了一份报告，指挥官们急于将没有经验的士兵送往突击队，而这些士兵很可能因为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面临致命危险。梅德韦杰夫最后就表示，他之前知道这种情况在俄军普遍存在，而这是一种严重的违反军纪的行为。他曾要求俄军军事反情报部门对此进行调查，但现在并未得到回应。虽然这件事儿的直接原因呢是俄军指挥层的腐败和无能，但我们能够从其中看出俄军隐藏的更多问题。首先，俄罗斯军队面临严重的人力不足问题，在长时间冲突中，俄军损失了大量士兵，尤其是那些从事步兵突击任务的专业兵种。随着战斗的深入，前线部队的人员不断消耗，特别是一些高风险的突击队和精英部队。许多战士伤亡，因疲劳、士气低落等原因撤退，导致俄军无法维持足够的兵力进行有效进攻。为了弥补这一缺口，
俄罗斯指挥官决定将一些不具备步兵经验的特殊兵种调往前线。这些兵种呢，原本是承担着后勤、通讯、炮兵等支援任务的，他们并不具备应对激烈战斗所需要的战术技能和经验。当这些专业人员被迫进入突击任务后，必然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方面，缺乏战斗经验使他们在面对敌人强烈反击时显得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资源匮乏、缺乏支援，也使得他们难以完成任务，导致俄军无法在前线形成持续的攻势。这种人力短缺的局面使得前线的攻势陷入停滞。虽然指挥部希望通过补充非步兵兵种来迅速增加前线兵力，但实际上，由于这些人员缺乏必要的训练和实战经验，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往往是远不如专业的步兵部队。这不仅导致了战斗的拖延，还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随着士兵的持续牺牲，俄军的整体战力进一步削弱，无法继续支撑前线进攻。资源不足也是当前俄军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后勤保障，俄军的供应线都处在严重紧张状态。随着战斗持续，许多关键的物资，比如弹药、燃料、医疗设备和食品等，都面临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军虽然能够调动一些特殊兵种来填补兵源上的空缺，但他们缺乏所需要的战斗资源和支援系统，导致这些兵种无法发挥应有的战术作用。例如，炮兵、通信兵和机械师等专业兵种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冲突，他们的任务是为主攻部队提供支援和保障。如果这些人员被迫担任突击任务，那么在缺乏充分资源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无法有效地执行攻击任务，还可能因为缺少后勤支持而成为战斗中的累赘。战斗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资源的分配和后勤保障，单纯依靠人力调动无法弥补资源上的巨大缺口。这种资源紧张的情况也使得俄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有些特殊兵种被急于调往前线，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装备和支援去完成任务。例如，炮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在突击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弹药、车辆和维修工具，但这些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提供给他们，最终只能依靠人力的临时适应能力。这种做法注定是无法持续的。没有足够资源情况下，依赖这些兵种进行战斗，不仅让俄军战术上处于不利地位，也让士兵的生命处在极大危险之中。随着战局的持续，俄军的战略目标和战术执行的效率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在指挥官眼中的价值逐渐被稀释了，许多士兵被当作消耗品来对待。由于长时间的战斗和伤亡，俄军的兵源已经严重不足。在这种人力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上级指挥官不惜牺牲更多士兵来追求战术上的战果。这些士兵，特别是那些未经充分训练的特殊兵种，在战斗中的死亡往往被视为消耗的一部分。在这种战略指引下，俄军的上级指挥官可能是出于战争早期取得的战果的考虑，不惜一切代价调动更多资源，急于在即将到来的停战协议前争取更多的战略利益。上级的压力迫使前线指挥官采取激进的战术，以迅速突破获得胜利。而这种做法无视了士兵的实际生存需求和战斗能力。这种兔死狗烹的心态，使得指挥部不顾士兵的生命代价，以消耗品的般的态度对待前线兵员，甚至不惜使用那些不适合承担这种任务的兵种来进行突击。这种做法不仅对士兵造成极大伤害，也削弱了俄军的整体战斗力。当士兵成为消耗品时，整个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都将遭到摧毁，军队成员的忠诚度和士气都会急剧下降，最终可能导致军队整体的崩溃。俄罗斯当前的军事行动显然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停战协议做准备。根据一系列的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临停战协议的签订，而这一协议的条款对俄罗斯的战争成果和地缘政治利益产生深远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莫斯科自然希望通过全力进攻，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谈判的地位，争取更多的领土和资源利益。然而，为了迅速争取这些利益，俄罗斯却忽视了士兵的生命和安全。在上级指挥官的压力下，前线指挥部被迫采取快速进攻策略，而这一策略并未充分考虑到士兵的实际作战能力和资源保障，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可能使得俄军在短期内获得一些军事胜利，但却带来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和战略隐患，尤其是在俄军已经面临资源和兵源短缺的情况下，将更多士兵送上前线，虽然可能在某些战术上取得短期胜利，但长期看来极有可能导致士兵的过度消耗和士气崩溃，最终影响整个战争局势的走向。在现代战争中，特殊兵种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他们在特定作战环境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为军队提供着关键的支援和战斗力保障。接下来大兵就介绍一下这些特殊兵种都有什么用，而抛弃他们的俄军又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炮兵作为火力支援的核心，其在大规模陆地冲突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能够为步兵和机械化部队提供精准的火力覆盖，压制敌方阵地，摧毁敌方防线，破坏敌军的指挥系统和通信网络，为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但在突击战中，炮兵部队由于缺乏步兵的机动性和战术能力，难以在没有强大支援的情况下迅速转换战斗角色。因此，将炮兵等特殊兵种调往前线进行突击，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火力支援能力，而且在步兵突击战中的实际作用是可有可无的。通信兵作为确保军队信息流通和指挥顺畅的重要支柱，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同样是不可替代的。他们负责保证指挥官和前线部队之间的信息通畅，同时负责战场上的数据传输和情报收集。没有有效的通信保证，军队的指挥将陷入混乱，战斗的协同能力将大大降低。然而，通信兵并不具备前线战斗的经验和技能，他们的工作环境通常是在后方或者相对安全的区域进行战术支援。一旦将其调往高风险战区进行突击，不仅会影响军队的指挥调度，还可能让这些兵种在敌方攻击下遭遇严重损失，最终导致整个指挥体系的瘫痪。机械化部队和运输部队在现代战争中也起到关键作用，提供战场上的机动性，是步兵、炮兵等兵种快速穿越战场、打击敌人的必要支撑。运输部队则负责后勤物资的运送，确保前线部队能够得到持续的资源保障。这些特殊兵种直接支撑着战斗部队的长期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但是在没有足够资源和保障的情况下，机械化部队和运输部队被迫担负起突击任务，必然无法发挥其本质作用，甚至可能在激烈战斗中遭遇严重的损失。军事工程兵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提供防御工事、障碍物的清理、搭建桥梁、道路修复等支援工作。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前线部队的机动和生存能力。尽管他们有一定的战斗技能，但工程兵的主要职责是支援性工作，他们的战斗力和步兵远不能相比。将这些兵种直接投入高风险的突击战，不仅意味着战斗力的浪费，而且将使他们无法履行本职工作，导致整个部队的机动能力和生存能力下降。从短期来看这种决策将导致战术上的低效和损失增加。特殊兵种如炮兵、通讯兵、机械化部队等调往前线进行突击，短期内或许能够通过增加兵力数量缓解一些兵源不足的压力，但是由于这些兵种是不具备步兵作战所需要的战术能力的，往往会在面对敌人反击时遭遇巨大损失。特殊兵种士兵在面对高强度战斗压力时，往往也缺乏应对战场复杂局面的经验和技能，这会导致他们在前线的表现不佳，甚至引发更多的伤亡。此外，这些特殊兵种本应承担支援性任务，例如炮兵支援、通信保障、后勤支持等，但一旦将其直接投入战斗，资源的配置将不合理，特殊兵种被迫在战斗中暴露，消耗大量的兵源和装备，而这些资源本应用于更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上。因此，这种人力和物资的浪费在短期内不仅无法取得预期的战果，反而可能加剧战争中的资源短缺。同时，士兵在面临不合理任务时，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士气低落，特别是当他们被迫执行自己不擅长的任务时，士兵的命运往往与指挥官的决策紧密相连。一旦士兵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被视为消耗品，他们的战斗意志和忠诚度将受到极大打击。大量的非专业兵种被迫进行高风险突击，可能会导致士兵的士气崩溃，
甚至引发军事不满和内部动荡。从长期来看呢，这种做法将导致军队战斗力的持续下降、士气的崩溃以及国际战略地位的受损。在长期冲突中，俄军将特殊兵种投入前线后，他们不仅失去了本职工作，而且极可能在敌军的攻击下遭受重创。这不仅导致人员损失，也使得整个军队的后勤、通讯、火力支援等基础功能受到影响。随着这些兵种的损失，俄军的整体战斗力会逐渐下降，无法维持有效的战斗作战能力。同时，随着士兵的不断牺牲，尤其是大量特殊兵种的人员损失，俄军的整体作战体系将逐步崩溃。特殊兵种的损失将导致军队失去战术支援能力，后勤系统陷入瘫痪，指挥和通信系统被削弱，从而使俄军在未来战斗中难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局面。长此以往，俄军的战斗能力可能完全丧失，甚至可能导致军队的整体瓦解。这种兔死狗烹的做法不仅伤害了士兵，也会让国际上造成负面影响。俄罗斯军队的指挥官通过牺牲士兵生命来争取短期战果，可能会被外界视为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行为，从而损害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同时，如果这种做法持续下去，俄军的战略地位将大打折扣，可能在未来的谈判中失去话语权和优势。综上所述将特殊兵种调往前线进行突击，不仅是对这些兵种职能的严重浪费，也可能导致俄军在短期内的战斗效率下降和损失增加。在长期看，这种做法将导致军队战斗力的持续下降、士气的崩溃以及国际战略地位的受损。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继续采用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将面临极大的军事和政治风险。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